还是小看了你这小小蝼蚁呀！但越是这样，老夫越是要杀你。随着一道威严且冷冽的声音在劫雷空间内炸响，大胆妖吼，竟敢蔑视天道！这道声音再次传来，孙悟空顿时被一股强大的威压所席卷，心中竟然生出一种顶礼膜拜的念头。他的一身战意顿时消散，双腿也微微弯曲。正当孙悟空要跪倒在地之时，金箍棒从他的耳朵中飞了出来，疯狂嗡鸣，似乎是想阻止孙悟空。他顿时神态清明，握住不再颤抖的金箍棒，一身战意爆发，吃力的与那股威压抗衡，在劫雷空间中大声说道：“俺老孙生来如此，为何要尊那狗屁天道？”那道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这回不再无情无欲，而是传递出了无边的愤怒，对孙悟空的威压袭击也更加严重，披毛戴角之辈，不识天道教化，着实该死。这时，一股柔和的力量传来，帮助孙悟空挡住威压。一道清冷的女声也在这个空间中响起：“师兄，再出手就坏了规矩。”显然，这句话不是对孙悟空说的。那个威严的身影冷哼一声，撤去威压，显然是离去了。劫雷也消散了，孙悟空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突破到了准圣境界，在劫雷中受的伤，此时也尽皆恢复，体术造诣也拔高不止一筹。孙悟空心中暗自庆幸，虽然不知道那个威严的声音是何人，但他在蛙皇宫待了足足一甲子，自然听出了那个女生是女娲娘娘。如今自己境界突破，报仇的希望也越来越近了。见孙悟空再次出现在花果山上空，清欢提着的心瞬间放下，清欢飞身上前，来到孙悟空身边说道：“大圣，快去积雷山，普贤来寻仇了。”孙悟空闻言也没有了境界突破的喜悦，面色一冷地对清欢问道：“消息是几时传来的？”半天前，大圣快前去支援。清欢焦急地说道。孙悟空闻言不再说话，立即驾着筋斗云向积雷山飞去。普贤，若是敢伤我兄弟，今日俺老孙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积雷山魔云洞，鹏魔王看着正在疗伤的狮驼王和老狐王，心中恼怒观音的阻拦，使自己没有杀死普贤。这时，积雷山外一声大喝传来：“普贤何在？”鹏魔王连忙来至山外，见来人是孙悟空，悬着的心也就放下来了。他还以为普贤又请了救兵杀回来了。孙悟空看着已经突破到准圣的鹏魔王说道：“三哥，普贤那厮不是来攻打积雷山了吗？”鹏魔王将一切告知给孙悟空之后，孙悟空骂了一声：“算这厮跑得快，不然俺老孙今日将他与观音一同打杀在积雷山外。”显然，突破到准圣的孙悟空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二妖进入魔云洞，狮驼王看着气势非常的孙悟空问道：“老七，你也突破了？”孙悟空不可置否的点点头说道：“三哥都突破了，我当然也不能落后啊。”这时狮驼王哭丧着脸说道：“不行，我也要尽快突破，不然等老大回来揍我都挨不住几下。”孙悟空和鹏魔王以及正在疗伤的老狐王闻言都有些无语。四哥，你好歹是咱们妖族7大圣之一，声名赫赫的大妖王，能不能有点出息？突破到准圣就是为了让老大多打你几下。孙悟空终于看不下去了，语重心长地对狮驼王说道。狮驼王低头想了想，看着鹏魔王说道：“要不三哥你把你那飞行神通交给我，下回老大打我的时候，我就可以跑路，他追不上我就打不到我。”孙悟空三个听到后都觉得一定是牛魔王对这憨货造成了什么心理阴影，不然狮驼王这个脾气暴躁的妖王怎么会如此懦弱？都没想着自己境界突破后和牛魔王打一架，只想着能多挨几下或者跑路。鹏魔王也破没了狮驼王的幻想，说道：“我的飞行神通是我鹏族生来就有的本领，你学不来的。不过你可以学悟空的筋斗云，学好了老大也追不上你。”狮驼王想都没想就说：“那还是算了吧，老七的筋斗云要翻跟斗，与其那么丢人的逃跑，我还不如站在那里让老大打一顿呢。”孙悟空顿时气急，要不是看在狮驼王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自己现在就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合着我一个跟斗10万8千里的筋斗云，在你眼里就那么丢人了？四哥，你可要快点养伤啊！等你养好了，咱们兄弟两个好好切磋一番，联络一下感情。孙悟空恶狠狠地对狮驼王说道。狮驼王闻言立即摇头说道：“老七啊，以我兄弟感情什么的早已深入骨髓，就不用靠切磋来联络了吧？依我看不如找几坛子酒，以我兄弟对酒当歌也是一件美事啊。”狮驼王的脑子有时候是反应不过来，但他不是傻，自己本来就打不过孙悟空，现在这猴子都突破到准圣了，自己再与他动手，不就是当孙悟空的沙包吗？孙悟空并没有在积雷山待多久，确定众人无事后就离开了。这次渡劫有太多超出他认知的事情，他需要找个人帮他解开疑惑。三界中的大能不少，但能让孙悟空放心并且见多识广的只有镇元子。作为地仙之祖，三界顶尖的大能，若是自己的疑惑镇元子都解不开，那么三界中应该就没人能解得开了。孙悟空来到武装观外，清风明月二位童子依旧站在门口等待。孙悟空笑着说：“二位童子，大哥又算到俺老孙今天要来登门拜访了。”清风明月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孙悟空了。这时镇元子的声音从武装观内传来，都是一个准圣了，在三界之中也算是个强者了，调戏我家道童作甚，快进来吧。孙悟空笑道：“老孙这不是感慨大哥你神通广大吗？”说着便走进了武装观，与镇元子相对而坐。清风明月两位童子奉上美酒佳肴后就退出了。镇元子看着已经突破到准圣的孙悟空说道：“你这猴子，突破个准圣都能搞得出这么大的动静。”孙悟空也不再玩笑，正色道：“这次过来就是来找大哥给俺老孙解惑的。”镇元子知道孙悟空这次渡劫不简单，于是让孙悟空将自己渡劫的过程详细的给自己说一遍。孙悟空便把自己从闭关开始一直到突破准圣之间所有的经过都对镇元子说了出来。镇元子听后震惊不已，看着眼前依旧活蹦乱跳的孙悟空说道：“你这猴子命真硬啊！”看样子镇元子是知道些什么。孙悟空急忙说道：“大哥就别取笑俺老孙了，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镇元子抬起头，眼中流露
出急需感怀之意，缓缓开口说道：“你走的这条路，从开天辟地之后，也有人走过，但无一例外，都在天道的镇压下灰飞烟灭了。但在开天辟地之前，有人曾走通过这条路，但他如今已经逝去无数年了。”孙悟空见镇元子说的如此郑重，心中不由想到自己不会与盘古大神走的是一个路子吧。镇元子似乎看穿了孙悟空的猜测，开口说道：“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但是你们二人的路又有些不一样，其中滋味，三界中无人能帮到你，只有你自己慢慢体会。”孙悟空也被这个结果吓到，自己就是不想成为依靠天道的准圣，没想到竟然误打误撞走上了盘古大神的修行之路。孙悟空继续开口问道：“那天道为何会那么仇视我呢？”镇元子端起桌子上的酒杯一饮而尽，盯着孙悟空说道：“你以为仇视你的是天道？天道早已是那群人手中管理三界的名头罢了。你都说了，是女娲救了你，若是真正的天道对你出手，女娲一个天道圣人，能在天道的手中救下你？”不理会孙悟空的震惊，镇元子继续开口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对你出手的是元始天尊，救你的确实是女娲。”镇元子之所以能这么准确地猜测到那人是元始天尊，不过是那个人曾对孙悟空说了一句：“披毛戴角之辈。”几位圣人中，唯有元始天尊一人如此看不起妖族。孙悟空低下头，默默地在心中想着镇元子所说的话。镇元子也不打扰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喝酒。过了许久，孙悟空抬头看着镇元子说道：“难道天道能被圣人掌控吗？”镇元子不屑地笑了笑，缓缓说道：“哪怕是当初紫霄宫传道得红军道祖，也不敢说掌控天道，那为何元始天尊能让劫雷劈俺老孙呢？”镇元子看着疑惑的悟空，继续开口说道：“因为正真的天道早就沉睡了，现在三界中所谓的天道，不过是红军道祖化道前创造出的假天道罢了，天道是假的。”孙悟空惊呼出声。早在8000年前，天外出现了3尊邪魔，实力异常强大，他们想炼化三界来增强自身的实力。当时红军道祖召集昔日曾在紫霄宫中听他讲到的强者去天外诛杀邪魔，可邪魔的实力实在太强大了，哪怕是天道加身的红军道祖也不能做到以一敌三。最后在三界强者死伤90%，天道受损的情况下才诛杀一个。红军道祖知道无力再战，于是独自一人与天道将剩余的2个邪魔封印。但是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天道受损严重。红军道祖以身补全天道，用法宝造化玉蝶炼成了现在的天道。从那以后，天道沉睡，新天道被圣人把持，这也是这些年来三界之中没有多少大能强者的原因。孙悟空一脸震惊地听着镇元子说完这些三界秘事，缓了半天才缓过来。那真正的天道还会苏醒吗？会的，红军道祖化道前曾说过，等到那2个邪魔快要破除封印的时候，就是天道复苏的时候。孙悟空此时瞬间就不淡定了，那2个邪魔还会复苏，那么三界岂不是危在旦夕了？镇元子看出了孙悟空的异样，缓缓笑道：“放心吧，红军道祖的封印很稳定，都8000年了没有丝毫松动。”孙悟空也觉得自己有点杞人忧天了，这些事是那些圣人们该想的，自己一个刚刚突破的准圣在这瞎操什么心？孙悟空这时又疑惑道：“我与元始天尊也没什么仇啊，他为什么要针对我？”镇元子说道：“一来你这正道的路子不依靠天道，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要知道圣人也是人，他们也有欲望，他们代替天道掌管三界这么久，自然不希望三界中有不受他们掌控的存在。二来是你运气不好，偏偏在元始天尊执掌天道的时候突破准圣，他向来看不起妖族，认为妖族这些披毛戴角之辈不配与他们一样修行。”孙悟空闻言怒道：“这元始天尊也太霸道了吧！霸道吗？或许这就是圣人，你若是实力足够，去往天外打他一顿，教他看看妖族中也可以出现比他更强的强者。”镇元子对着眼前气愤的孙悟空说道。孙悟空离开了武装观，这次普贤的突然袭击让他意识到积雷山现在强者太少了，自己和鹏魔王必须要在牛魔王等人回来之前守在那里。此时距离普贤袭击积雷山已经过去1个月了，普贤也返回了灵山。自从和观音分别之后，普贤去了天庭，希望玉帝出兵灭掉积雷山的妖族，可玉帝哪里会被普贤这个傻子当枪使？这个老狐狸巴不得灵山和积雷山斗得不可开交，自己从中渔翁得利呢。况且见识了孙悟空突破准圣时壮观的景象，玉帝心知孙悟空若是不死，以后的成就必定不凡，哪里还会去与其结仇？在天庭碰了一鼻子灰的普贤只能返回灵山，与观音商议接下来的计划。灵山大殿内，普贤絮絮叨叨地说着天庭玉帝的态度，丝毫没有感受到观音的不耐烦。其实观音早就知道玉帝不会被当枪使，让普贤去天庭不过是向天庭表明态度而已，是你天庭先不出手，我灵山才看不下去妖魔祸乱人间，才出手降妖除魔的。这样一来，天庭就不好在灵山倾巢出动的时候乘虚而入，毕竟降妖除魔真正意义上来说是你天庭的责任，我灵山帮你做事，你却趁虚而入，难免会留下天庭忘恩负义的坏名声。观音打断了在那里唠叨的普贤说道：“你我2人一同去请示燃灯佛祖，待我佛降下法旨，再去出兵剿灭积雷山妖魔。”普贤对于降妖除魔没什么兴趣，但是对积雷山的妖魔却是恨之入骨，拉着观音就去找燃灯要法旨。观音之所以叫上普贤，不过是预防自己失败之后有人背锅罢了，虽然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但多一手准备也是好的。至于成功后普贤分功劳，观音半点不怕。普贤那个傻子在灵山的名声可以说是与唐僧并驾齐驱，都是靠关系上位的，几斤几两大家心里都有数。而然见到了燃灯佛祖，普贤立即上前说明来意。燃灯沉默许久，但是看见站在一旁的观音向自己点了点头，便说道：“那就劳烦观音菩萨与普贤菩萨带着灵山众罗汉走一趟积雷山，我佛有好生之德，切记止住恶手，将那些被妖魔蛊惑的无辜小妖度化即可。”显然燃灯想着杀了孙悟空那几个带头的就行了，把其他小妖就带回灵山做苦力。其实如果不是观音点头，燃灯都不想让他们去，毕竟自己只是代管灵山，真正的老大还在闭
闭关呢，自己这个戴老大多做多错，还不如什么都不做。但是观音是如来的心腹，在佛门中地位很高，而且向来行事稳重，燃灯也很看好他。不然就普贤那个靠关系上位的来说，要降妖除魔的话，燃灯早就叫他滚蛋了。观音和普贤领了燃灯法旨，便召集灵山众罗汉，气势浩荡的前往积雷山。普贤看着身后气势汹汹的众罗汉，已经想着自己如何折磨鹏魔王了。虽然狮驼王与老狐王他也恨，但他最恨的是想杀了自己的鹏魔王。观音看着眼前得意忘形的普贤，心中想着如来究竟是看上了普贤哪一点，值得如此提拔，将他放到佛门四大菩萨如此高的位置。观音其实是有些遗憾的，孙悟空不在积雷山，不然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子也一并杀了，以绝后患。观音觉得孙悟空就是个祸害，在他没出现之前，三界妖族都安安分分的，到他出现之后，先是在花果山举起齐天大圣的大旗，召集72洞妖王与天庭开战，现在又弄出一个妖族联盟，说是要抵抗灵山的残害。一群乌合之众，我佛度化他们归一，他们竟然想着造反，杀了孙悟空，天下就太平了。这1个月来，孙悟空从武装观回来之后，每天就是与鹏魔王切磋。虽然鹏魔王也突破到了准圣，战力不俗，可他在与孙悟空佛切磋中发现，这个世界上是有战斗天才的。第一次与孙悟空交手的时候，孙悟空还不熟悉自己准圣的实力，用尽全力一棒，差点给鹏魔王打成重伤。幸好这猴子及时收手，不然现在自己怕是也和狮驼王那傻子一块躺在那养伤了。到后来，孙悟空与鹏魔王切磋，一直用3分功力就能与鹏魔王打得有来有回。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孙悟空现在的肉身实在是太强了，鹏魔王的普通攻击压根就伤不了他，用尽全力的一击也只是有轻微的痛感，对孙悟空本身造不成丝毫伤害。要知道鹏魔王可不是普贤那种垃圾准圣，这可是凭借自己突破的准圣，实力非同一般。现在鹏魔王也不跟孙悟空切磋了，说孙悟空有点欺负妖，所以孙悟空整天无所事事的在积雷山游荡，想着等狮驼王伤好了就收拾他一顿。可见过了孙悟空与鹏魔王切磋的狮驼王，宁肯天天躺在床上装成身受重伤的样子，也不愿与孙悟空切磋。狮驼王想着鹏魔王没突破之前自己就不是其对手，如今突破到准圣的鹏魔王与孙悟空都没有一战之力，自己这个大罗与孙悟空切磋，这不是找死吗？就这样，孙悟空每天在积雷山的主要任务就是找鹏魔王喝酒，在狮驼王的床边冷嘲热讽几句，像什么四哥当真是有一副好身体啊，岁数那么大的老狐王都好了，四哥还没好，都说狮子是什么百兽之王，四哥你怎么这么怂啊，不就是切磋一下吗之类的话。孙悟空几乎每天都要过去与狮驼王说几句，狮驼王每次都不理会孙悟空，任凭孙悟空怎么说，他就是躺那不动也不说话，等孙悟空没得说了也就走了。可怜的狮驼王啊，就因为说了一句孙悟空筋斗云施展起来不好看，就被这记仇的猴子给盯上了。此时在积雷山不远处，观音与普贤带着灵山众罗汉气势汹汹地向积雷山赶来，普贤的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积雷山，狮驼王双目无神地躺在床上，一旁的孙悟空喋喋不休地坐在一旁嘲讽着狮驼王，丝毫不顾及自己好兄弟狮驼王生无可恋的表情。我说四哥你也算是咱妖族的领袖之一，怎么这么窝囊？狮驼王的眼皮动了动，并没有理会孙悟空。孙悟空还想嘲讽几句，忽然感觉到有好多强大的气息靠近积雷山，这时也顾不上调控狮驼王了，立刻飞身而出。狮驼王也感觉到了不对劲，神识一扫，顿时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娘的普贤竟然还敢来我积雷山！狮驼王此时哪里还有生病的样子，提着降魔杵就气势汹汹地飞身而出。孙悟空来到积雷山外，发现鹏魔王也来了，观音与普贤自然也看到了孙悟空。观音心道来得好，来的路上还愁这次不能杀了孙悟空，没想到这猴子这么着急送死。观音自然也发现了孙悟空已经突破到准圣了，但突破了又如何？不过是一个准圣初期罢了，自己可是准圣中期的强者。准圣初期虽然与准圣中期只相差一个境界，但这已经就是天差地别。这时狮驼王也飞了出来，死死地盯着普贤，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普贤老贼，那日被你逃走，今日你竟然还敢来！狮驼王举起降魔杵，指着普贤骂道。普贤也不甘示弱，对着狮驼王就是一顿输出。你这妖魔，那日险些被我打死，怎么现在伤好了，想再挨一顿？不过这次必叫你魂飞魄散。不说这个还好，说起这个狮驼王更是暴躁，就因为普贤把他打伤，他才会想学一门飞行神通，这才嘲笑孙悟空的筋斗云不好看，然后就被孙悟空嘲讽了1个月。狮驼王很想对普贤大吼一句，你知道我这1个月是怎么过的吗？此时的观音似乎也不想听他们2个扯皮了，大声说道，积雷山的妖族尔等聚集在此为祸一方，今日我佛特派遣我来降服尔等。观音看了孙悟空与鹏魔王等人一眼，继续说道，但我佛慈悲，除了恶手，其余妖族只要放下手中的屠刀，皆可皈依我佛，随我前往西天极乐世界。孙悟空冷哼一声说道，观音，收起你的道貌岸然，自从我妖族联盟成立开始，就与你佛门势不两立，你这妖猴3番5次挑衅我灵山，当真以为我佛门只有菩萨低眉，没有金刚怒吗？观音一身准圣强者的气势爆发，跟随而来的佛门众强者也尽皆爆发出不俗的气势，一场大战即将来临。